小平板这个品类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？之前用起来虽然有妥协的地方，但依然有它的生态味。华为可不管你这些，连 Pura X 我都敢出，mini 平板这块儿不是随便拿捏。这是 iPad mini 7，这是华为 MatePad mini。啊，居然还小了一圈！你这不是等会儿？其实华为 MatePad mini 只是去掉 iPad mini 的航母边框，再一看重量只有255克，厚度甚至还要薄1毫米。再看一眼，电池果然还是大很多，1万厘。虽然是小平板，依然是大屏幕，高刷的优势可能在今天已经不明显，但没高刷就显得很碍眼了。华为 MatePad mini 是120赫兹的柔性 OLED， 实际看视频16:10比例的有效显示面积比3:2的 iPad mini 大了一圈。有一说一啊，它的外放还挺让我觉得惊喜的，音量、音质还是立体声的效果都是同尺寸的第一梯队。ウォッカを倒すのに役立ってはくれたが、やはりお前はストマック家にとって邪魔な存在。今度こそ倒しておかないとな。ストマック家って何？子供の頃から俺。注意到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，我们的华为 MatePad mini 是柔光屏版本的，在防眩光和书写画画方面都更有优势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选配 eSIM 版本的 iPad mini， 不用到处找 WiFi， 也不用看热点。华为这边就另辟蹊径了，又或者说文艺复兴。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10几年前就有那种可以插卡打电话的大手机？华为 MatePad mini 把实体 SIM 卡带回来了，单卡 Nano 卡槽，这一家伙不但能插卡，能上网，还能打电话。最离谱的是，他还给你安排上了一个听筒，笑死！如果你真想的话，真把这玩意儿当成手机用也没有任何毛病啊。可以说，它从底层设计就很颠覆以往小平板的逻辑。天线缝设计在内部的镁合金中框上，不说真没有人知道它能打电话，但产品定位还是平板。好家伙，岂不是把手机和平板缝在了一个小身板里？你看，近的有星闪，远一点的又能插卡，再远上天还有北斗。华为其实很早就有通信共享的功能，华为 MatePad mini 当然也能用。华为手机在旁边，平板无缝共享网络，但实体 SIM 的优势在于它能独立行走。你甚至不用是华为手机，用啥品牌手机也不影响带它出门。用了这么多年平板，大家都知道它生产力的上限在哪，但是小平板的便携属性也让它能上位替代一些纸质笔记本。华为 MatePad mini 搭配的是华为 M Pencil Pro， 同样是 Pro 定位，延迟一点都不虚苹果。甚至因为云吸柔光屏是纳米时刻的，手感还有种隐隐的摩擦力，就有点像是在纸上。甚至华为还配了不同的笔尖，悬浮选重、轻捏呼出笔记菜单、震动，这些都是标配了。更 Pro 的是，它在平板的任意画面都能轻捏呼出菜单，整合了笔记和 AI 的入口，也是让人不禁眼怀首尔湖畔的 S Pen。更离谱的来了，鱼尾的地方不是橡皮擦，是一个按键，按一下小易跑出来了。没错，华为甚至给手写笔做了个麦克风，这个概念我一开始大受震撼啊！直到我看旁边小伙伴用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平时思考的时候，手上握着笔，针就在嘴边。我20多年起一直都是这么用的。好码配好按，硬件拉满了，也要搭配软件才能发挥用处。华为 MatePad mini 这边官方亲自下场来做，功能也很丰富。B 站上面还有用户自发分享的各种教程，像是刚刚上线的动画功能也有教程了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 app 都是免费的。以我这种3分钟热度的来说，零元购的心理负担会真的小很多。别看数量少啊，其实像华为笔记这样的 app 里面集成了好多功能，超级大而全，最符合刻板印象的各种笔记本、日程、健身计划模板，有的实时 AI 自己调整，有的实时录音，也有的我跳过楼，你跳过吗？我能躺个漂移，你会吗？还带 AI 总结。这些太偏文 ，AI 手写公式识别，无界笔记，又想起了上课跟同桌画小人了。便携、生产力、娱乐几乎是小平板的3大杀招，但是在我用下来，还发现了一些小细节，还挺惊喜的。不瞒大家说，我用了 iPad 那么多年，直到前2年才意识到 iPad 是没有震动的。这一点，包括华为 MatePad mini 在内的国产平板都有。另外，我是一个 AOD 息屏显示狂热爱好者，只是一直没有想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功能平板上面没有？谁懂这一次在设计里面看到的救赎感呢？
小平板这种尺寸天然很适合看书看漫画。华为 Matepad Mini 有一些本地化的特色功能，比如电子书模式，甚至还能选彩页还是黑白，还有 AI 眼动翻页。之前感觉是鸡肋啊，单手用过几次之后真香了。最后再说一说电池了，因为能插卡嘛，所以也跟华为手机一样，支持电量低于1%时还能紧急通话，甚至是亮码支付和扫码支付。66瓦快充1个小时就从0到100。总的来说，华为 Matepad Mini 是一款超乎我预期的产品。我没有想到华为会出一款小平板，而且完成度这么高。如果之前大家吐槽 mini 平板就是个卡在平板和手机之间的尴尬产品，那华为的意思就是它同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手机和非常优秀的平板。小平板品类躺平这么多年，一觉醒来迎来了一个这么强的对手。你们觉得苹果是恶龙觉醒，还是将计就计直接装死呢？我反正肯定是希望大家都能再猛猛出招，这样才利好我们小平板爱好者嘛。对于这一次的华为 Matepad Mini， 你有什么看法？不如在评论区也聊聊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